奶奶名叫小芳，性格有点小疯，一把岁数70好几，但就是不服老。小芳和其他的老年人一样，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哮喘之类的疾病，但她仍旧烟不离手。老伴儿从不抽烟，可却先她一步离开人世。儿子要接她一起住，也被她给拒绝了。小芳感觉自己最近有点背，就去找了个神婆算命。谁料神婆却说：“你被幸运星附身了，不仅可以各种化险为夷，还能一夜暴富，甚至是大难不死。”而这个神婆在华人街很有名，所以小芳对她的话可谓是深信不疑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小芳就去银行取钱了。银行职员问她：“欢迎光临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”之后就拿着全部存款1500元巨资，一头扎进了赌场。是的，我没说错，你也没看错，1500元那不是1500万。给老娘起开！哎。看来神婆没有骗人，小芳凭借幸运星加身，不管玩啥都下注888，这节奏一看就快要发。但小芳顺风非要浪，结果把赢来的钱全都输了回去，连本金也没有保住。回家的路上，小芳冥思苦想，说好的幸运星附身呢，怎么还把我的养老基金输光了？就在这时，身旁的男人像个死人般没有力气，不停地靠着小芳的肩膀。小芳伸手一探，我去，真没气了。低头一看，死者的包里装着一大笔美金，再一看，死者的脖子上纹着龙，看来他是个黑帮的人。但面对巨款，小芳还是铤而走险，他把钱偷偷顺走了。第二天，小芳来到了唐人街，拿着捡来的钱开始血拼。看来年龄再大的女人也有一颗痴迷于购物的心。可当她回到家后，却发现了2个陌生的男子，两人威胁小芳，让她把钱交出来，但小芳却丝毫不惧。两人担心小芳当场晕倒，要钱不成反被碰瓷儿，也只好先行撤退。而小芳则坚信一个原则，即捡来的就是自己的，决定誓死捍卫这笔巨款。于是他来到黑市给自己找一个靠谱的保镖，但老板一看雇主是个老奶奶，认为他不靠谱，就随便报了个高价，想要将他吓走。8000块，我给你找个人。8000块，8000块，对我像我这样的老人合理吗？风险高啊，奶奶，红龙可不是好惹的。5000块，我牺牲我的健康，我少买药买的少一点了。奶奶，身体不好的话，是不是该戒烟呢？好吧，5000块，最低了。5000块，我要这个人。他可不行，阿伦可是我们这里最顶尖的保镖。哦，你给我差一点的人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2000块。刚才不是还说5000的吗？5000块是他呀，啊，1分钱1分货。所以说，论砍价，那还是中国大妈在行。就这样，小芳花了2000块带走了一个名叫胖虎的保镖，两人每天那可谓是形影不离，坏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。可是这天，爱美的小芳在做头发时，保镖前脚刚出去买烟，后脚坏人就走了进来，两人一脸猥琐的死相对小芳连连恐吓。小芳咬紧牙关，死不承认。坏人一看，那不用点手段，看来你是不准备说实话了。别犯傻！好在这时，胖虎终于回来了，3拳2脚就赶跑了坏人。感到后怕的小芳找到了一个多少沾点社会的朋友，询问这笔钱的来路。朋友对他说，死者是一个黑帮派去敌对黑帮的卧底，任务就是取回这笔钱，现在让你给半路截胡了。还有死者的老大叫做猪腰鞋拔子，是在道上有名的大姐大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小芳回到家后是怎么想怎么害怕，就叫来胖虎陪自己。没成想胖虎在外面打电话时被坏人偷袭得手，之后坏人来到了小芳的家里，不料小芳貌似也研究过喜羊羊与灰太狼，学红太狼拿起了平底锅。但
坏人有2个，另一个就不是小芳所能抗衡的了。危急时刻，胖虎赶了回来，一个自带暴击的拳头下去，那直接清光了坏人的血条。这一幕让我想起了《一拳超人》马东锡。接下来毁尸灭迹，小芳的动作堪称熟练，也不知道他是电影看多了，还是年轻时混过社会。他们把尸体扔进垃圾桶。第2天，不放心的小芳去垃圾桶检查尸体，果不其然，尸体不翼而飞，看来是被同伙给带走了。为了缓解压力，小芳去正常拿。没过一会儿，一个神秘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坐在小芳的旁边，看一眼她长啥样。没错，她就是猪腰斜拔的。这脸型不正好是上半部是猪腰的脸，下半部是斜拔的脸吗？面对大姐的逼问，小芳还是死不承认。但大姐不愧是混过社会的，知道中国大妈都爱占小便宜，就给小芳送上了免费的咖啡。果然，小芳没有抵挡住诱惑，不出所料，咖啡里边有迷药。这大妈心可真大，这都啥时候了还搁那喝呢？等她再次醒来后，发现胖虎已经没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衣男，瞅着比胖虎还胖还虎。男人是猪腰斜拔的派来的，让他务必拿回小芳捡来的钱。小芳一听说自己落了东西要回去取，男人连忙跟了过去。对不起。小芳自以为甩掉了男人，可刚走出门就看见了之前威胁过她的坏人。2人冤家路窄，四目相对，小芳掉头就跑，对方紧追不舍。小芳跑得口渴了，来到茶餐厅抢走了一杯茶，不慌不忙，干得漂亮。出门后正巧遇上了男人，小芳躲进了小超市，男人则跑出去和坏人火拼。终于外面的枪声停了下来，小芳提着胆子出门一看，地上躺的全都是尸体，感到胸口隐隐作痛，打开衣服一瞅，自己竟然也中枪了。小芳强忍着剧痛回到家中，却发现一片狼藉。最要命的是，坏人留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你的孙子在我手上，乖乖把钱给我送来。”小芳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，她先是给自己包扎伤口，接着拿出了所有的钱，准备去赎孙子。很快，她就到达了约定的地点，交出了钱袋。绑匪打开一看，你搞乜鬼啊？我就告诉你，我没拿你的钱。原来绑架孙子的人是敌对黑帮的，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所以小芳和猪腰斜拔子联手了。就这样，在大姐大的偷袭下，敌对帮派的人被杀得措手不及。可是这时，小芳突然看见自己的孙子被坏人掳走。不过小芳真的是被幸运星附身了，中了一枪后非但没死，还因为配合有功被猪腰斜拔子赏赐了20万。而在经历这一切后，小芳也折腾累了，终于答应了儿子搬过去和家人一起住。至此全片结束。国外有个大妈，她叫小芳，爱贪便宜却很善良，一把年纪70几，智斗黑帮硬邦邦。电影名叫《幸运的奶奶》，但老弟感觉她是最硬核的中国奶奶。